小子的螨虫眼好了之后，这颜值太能打了。这是之前的萌二，这是现在的萌二，谁敢相信这是同一只小熊呀？这多亏了北洞奶爸奶妈的悉心照顾，如今的二小子颜值简直断层，笑容也越来越多，各种视频都是对脸拍，仓鼠脸真的好漂亮，每天还朝着饲养员撒娇，这完全就是一个玩具小熊。看到萌二的颜值越来越高，姨姨们还发现萌二和飞云好有夫妻相，赶紧叫二小子去提亲。其实奶妈已经去提过亲了，就连彩礼都送了过去，不料被金虎发现，结果彩礼都被金虎给咬坏了，不知道是吃醋还是啥，反正金虎对着彩礼一顿造，怪不得飞云要做金虎呢，这是替萌二送的定情礼物出气呀。为了二小子的幸福，要不奶妈再去跑一趟。飞云美丽善良，笑起来跟吃了糖果一样。萌二勤劳持家，善于干家务，会把被子叠成豆腐块，凉洗洗干要晾晒。二小子自己又淋过雨，肯定会为飞云撑把伞。他们两个简直就是天设一对，地造一双。飞云姐遇到这么好的男熊就嫁了吧，这门亲事我举双手赞成。你看飞云听到后都笑了。看到这，萌大和萌男的粉丝坐不住了，难道老大和老三就不配有老婆吗？对此我想说一句，谁叫萌家三兄弟4个蛋，老二萌二占一半呢？这只差点被妈妈作死的大熊猫叫做福来，就是那只靠着挂门走红网络的大熊猫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妈妈祈福正在带福来，祈福因为屁屁痒，一直躺着身子抓，这姿势还是相当销魂的。抓痒时，福来就被抱在手中，途中差点被压到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就要出意外了。当饲养员送来嫩竹时，祈福起身拿竹子，不小心把福来压到了屁屁下。由于在专心干饭，祈福并没发现自己做了个东西。几百斤的老妈将几十斤重的女儿压得那是嘎嘎乱叫。哥哥福顺看到后就要救妹妹，无论福来和福顺怎么呼叫，祈福都没反应。福顺心急的就咬了妈妈一口，可是妈妈一心只想干饭，以为是孩子在调皮，就没有理他们。就在这时，福来的叫声逐渐嘶哑，感觉都快嘎掉了。妈妈听后这才站了起来，福来这才从鬼门关走了回来。搞笑的地方来了，祈福还以为自己压到了福顺，不停地安慰福顺，求福来心理阴影面积。明明受伤的是自己，妈妈安慰却在哥哥，太可怜了。熊猫的基因遗传有多严重呢？只因妈妈萌萌特别爱干净，她的3个孩子全都遗传了她爱干净的基因，成为了讲究熊。首先是萌大，刚洗完澡，防止身体弄脏，直接用奶爸准备的浴巾擦拭，先擦脑袋，再擦脖子。瞧这动作，跟北京大爷似的，那叫一个地道。一系列动作后，脸蛋不能忘，必须整得干干净净的。然后就是老二萌二，地上脏，睡觉要睡凉席上，凉席脏了还会洗洗晾晒。瞧这熟练的动作，看来不是1次2次了。不像某熊假装待产母熊骗盆盆奶就算了，还假装晒被子。萌二晒凉席那是整理了又整，直到凉席彻底摊开，他才放心的离开。而萌家老三那就不一般了，木叔给他准备了小毛巾，他不仅会和大哥一样擦脸，将脏的地方擦拭干净后，他便带着毛巾朝着木桩上爬去，还会二哥的技能晒毛巾，只是晒得有点潦草罢了。这萌家3兄弟一个比一个讲究，就是一个个都没老婆，3兄弟全是老光棍，有点道理啊。特别是西直门3太子，整天只知道阳光大男孩。我是阳光开朗的男孩，阳光开朗的男孩。曹一模一样的抓痒动作，不愧是亲生母女。这对大熊猫母女分别是祈福和福来，福来就是那只凭借挂门走红的小熊，祈福就是那只差点把福来作死的大熊猫。福来真的好喜欢学妈妈的动作。这天母女俩坐在阳光下，吃着笋笋，享受着日光浴。福来学着妈妈的模样坐好吃笋，就连动作也一模一样。吃完笋笋后，祈福便趴在树上睡觉，福来又学着妈妈的动作趴在了妈妈身上，这也是母女俩为数不多的温馨时光。平日里福来不是在挨揍，就是在被妈坑的路上，福来那叫一个惨字了得。要说这对母女也是熊猫界的搞笑担当，而福来也不愧是祈福亲生的，妈妈扣个痒，他也要学妈妈的动作，真是应了一句话，父母的行为真的会影响到孩子。
就连大熊猫也是一样。祈福叩完痒后，四仰八叉的躺在地上。福来叩痒完毕后，又学妈妈这么躺着，然后看到妈妈又一个起身，准备要叩痒的动作，福来直接和妈妈神同步叩痒。哈哈，这福来模仿能力挺强的哈。虽然小时候福来走过最多的路就是妈妈的套路，但和妈妈一起时，福来是真的很开心。操！要不是有监控，谁敢相信熊猫妈妈大半夜和宝宝抢玩具玩？大半夜，他熊已经呼呼大睡，有这么一对母子，为了玩秋千，正在激烈的展开战斗。宝宝说自己还是个宝宝，这个秋千应该自己玩。熊猫妈妈说谁还不是个宝宝呢？白天带你那么辛苦，晚上玩下秋千怎么了？谈不拢的两熊，此时不管辈分大小，不分年龄老幼，只有一个目标，那就是赶走对方，自己独占秋千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最终肯定是熊猫妈妈胜出。在双方激战了981个回合后，熊猫妈妈以险胜的结局将宝宝赶下了秋千。除了那对大熊猫母子抢秋千外，还有大熊猫母女抢食物呢。当年小丫头为了吃到笋笋，还拉女儿小新撞铁门呢。铁门是哐哐的响，小新心里是拔拔的凉。求小新心里的阴影面积。也正是因为这个视频，很多网友认为小丫头没有母爱，然后投诉到基地，导致小丫头后面生下的娃她都没有带过几天。实际上，这对于大熊猫来说再正常不过了，这也和母爱没有多大关系，因为它们该爱还得爱，该吃还得吃，即使小新被掀翻在地，也丝毫不影响小丫头对他的爱。不信你瞅瞅芒仔一家，大飞机在的时候，芒仔天天抢着小五的飞机开，飞机被抬走后，金主爸爸又送来了小汽车，芒仔又抢小五的汽车开。芒仔对小五的爱，那在熊猫圈都是一段假话。果然，熊猫无论生多少个娃，他们至死都是个宝宝，只要在不危害孩子的情况下，像什么抢孩子玩具玩、抢孩子吃的呀，在他们的圈子那都再正常不过了，只不过是有些姨姨们多心了。万万没想到，萌兰还被萌大用尿标记过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那会萌兰和萌大刚做邻居，萌大看到隔壁熊好白好可爱，然后就用大熊猫的行为表达了自己的喜欢。他把脚抬高，然后对着隔壁的萌兰就标记了起来。突如其来的一幕，萌兰显然没反应过来，整个脑袋都被哥哥的尿标记了。可能是哥哥的味道比较大，无法接受的他躺在地上脸嫌弃的打起了滚。而萌大看到自己的战绩后，高高兴兴的离开了。此时我想吟诗一首，吃北洞窝窝头，标亲朋好友。萌兰打滚了一番后，准备开口说国粹时，发现哥哥已经不见了踪影。过了一会，徐老爷拿着水管给室内的花花草草洒水，萌兰赶紧跑了过去，并委屈巴巴地朝着老爷告状。听完萌兰的哭诉，老爷被逗笑了，然后老爷跟萌兰说：“萌萌儿，你往后面站一站，老爷给你洗一洗就干净了。”萌兰怕洗不干净，并没有走远一点，而是靠着围栏让老爷直接洗。期间，为了将脑袋洗干净，萌兰还面对着老爷，让老爷把水开大点。看到奶爸不敢喷自己，他还主动的把脸凑到水花前，看着自己身上越来越干净，味道也越来越淡，萌兰都笑出了声。